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今天要介紹的遊戲發布時間還是在90年的11月，上期基本都是美版，這期的內容以日版為主。這個時間段，歐美版的 NES 遊戲每個月的數量還在增加，日版遊戲的數量已經呈下降趨勢了。雖然大部分的銷量都算不上好，但卷技術和創意持續壓榨 FC 的機能，是這個時期日版遊戲主要的特點。時不时還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內容。下面就一起來看看都有哪些游戏。交叉火力，這款由九鱼贸易出品的游戲，當年在国內稱為托育2，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了，和托育沒什麼關係，但實際上它是另一款遊戲的續作。九魚貿易在紅白機上只發行了為數不多的幾款作品，其中有一款根據著名的電視劇改編的《飛狼》，在第46期介紹過。本作當初就是以《飛狼》的續作來開發的，開場的 BGM 是根據《飛狼》經典的主題曲改編，非常的相似。開始畫面的背景裡出現的直升機就是飛狼，不過由於授權過期，不能再使用這個名字，而且作為一款橫版射擊遊戲，沒有拿到美版的發行許可，最終只有日版。遊戲的故事背景是一個不知名的恐怖組織，在6個國家設立了秘密基地，中情局想要除掉他們，於是派出了頂級特工艾里克。主角一開始只能用拳頭攻擊，按方向鍵上加攻擊鍵可以扔手雷，用來消滅背景畫面裡的敵人。很快就能從箱子裡得到武器，可以開槍射擊。有武器時扔手雷的方式就不能用了。連續得到武器道具可以升級，從單向射擊到2向射擊，再到3向射擊，之後再次獲得不同顏色的武器升級。發射的子彈變成導彈，如果在導彈狀態下獲得藍色的武器道具，會變回子彈，但每次獲得道具都能增加生命值。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圖標能補充血量，比較稀少。總共有6個關卡，分別對應6個敌方秘密基地的地點，每關都有很鮮明的主題。這些關卡有着很濃厚的軍事氛圍，登場的兵器都是越戰裡使用過的型號。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背景部分，也有着大量的敵人需要對付。關卡裡還經常會觸發陷阱，像是從頂部掉落的重物。BOSS 有時候並不出現在關卡的末尾，大部分都是重型軍事單位、飛機、潛艇。他們發射子彈的武器可以單獨的清除，除了倒數第2關，這關整體的氛圍和其他的關卡顯得很不搭， BOSS 也像是走錯了片場。另外還有一個小的細節，主角在每個關卡都會換一套衣服，以配合關卡的風格。這部作品當年在國內因為名字的原因算是流傳很廣的遊戲，但在日本並不算熱門。現在的2手正版卡帶價格也偏高。作為橫版動作射擊類型，在設計上有不少的特色，除了前面提到的主角爬梯子的動作做的雖然粗糙，但也成了遊戲特點之一。不過粗糙的地方還有很多，像是移动和跳躍的操控、動作的流暢性、射擊的方向、攻擊判定这些。敌人發射的子彈大都帶着閃爍，比較費勁才能看清楚。整體上不能把它看作完全平庸的作品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三國志2，之前我一直以為，在紅白機末期卡帶的一波漲價潮之後，光榮的幾個遊戲共享了卡帶最高的價格檔位。直到現在看這款三國志2的標價，印的是14800日元，而不是之前的11800，這才明白是我太膚淺了，對於卡帶的價格缺乏想象力。FC 版的三國志1代在第46期介紹過，本作的原版是1989年在 PC88 和 PC98 上推出的。後來也有眾多的移植和重制版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於當年有了第3波的代理，在92年推出了電腦版，成為了系列首個官方中文的遊戲。本作一方面保留了初代的基礎系統，在另一方面也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進。進入遊戲後有6個可選劇本，比前作多了一個公元220年三國鼎立，地圖被劃分成41塊，部分實力較弱的君主依然不能選擇，但可以自定義新君主。內政仕途的交互界面有了重大的改進，更加的直觀。每回合為1個月，頒布命令的次數從每月1次變成了和下屬的武將數量相同，但有些指令還是得君主才能發布。武將的總數從255人增加到了352人，除了武力、智力和魅力这些之前已經有的參數，增加了武將隱性的個性參數。
包括義理、仁德、野望、相性和壽命。對於君主新增加了一項信用度，會影響外交和徵兵的成敗，下屬官員忠誠度的增減以及商人的到訪頻率。在戰略方面，本作大幅度地強化了外交系統，國家間的關係不再是簡單的敵友之分，而是由玩家君主的信任值和對方君主的敵對值共同決定，即便結盟也不能掉以輕心。戰略指令的內容也更加豐富，旨在呈現詭計多端的三國世界。在實施外交計略時，有外交使者攜帶密信在大地圖上走動，可以捕捉使者奪下密信。在戰鬥的部分，前作當中的通常攻擊、一齊攻擊、突擊和火計這些指令都有保留。進攻方一次可以派遣的部隊數量縮減到只有5支，防守方仍然可以出動最多10個部隊，這讓防守獲得優勢。但新增加了策反敵方的部隊和援軍聯合作戰以及伏兵這些戰術。另外，武將單挑作為這個系列的重要元素，在本作裡也首次出現。在一場戰鬥勝利後，有一定的概率獲得戰利品，包括書籍、寶劍、美女和名馬等等，可以增加武將的屬性值，但數值最高也就是100，不像系列後來的作品能力值各種突破。作為光榮當家系列的第二作，素質相比初代有了不小的提升，可玩的內容也豐富了很多，優化了之前平衡性的問題，已經是趨於成熟的一作了。在當時個人電腦平台升級換代，家用主機也正全面邁向16位的時代，紅白機版作為眾多版本當中的一個，雖然是性能孱弱的8位機，音畫表現比不了其他平台，但除了少數內容，基本能全面地呈現本作的各種元素。個人評價3星半。山村美沙懸疑系列京都理財殺人事件，這是山村美沙系列在紅白機上的第3部作品，也是最後一部。前2作分別在第30和48期介紹過，是87年的京都龍之寺殺人事件和89年的京都花之密室殺人事件，反正就是要在京都搞事情。本作的發行方從之前的泰東換成了 Hector， 但開發方還是東星軟件。更換了發行商之後，遊戲的內容風格也出現了變化。山村美沙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說作家，被譽為日本的克里斯蒂，代表作是凱瑟琳系列。遊戲前2作的故事都是出自凱瑟琳系列，而本作緊跟當時的時事。1990年，日本的泡沫經濟開始破裂，股市崩盤。這個故事就講述了泡沫經濟時期流行的金融科技。故事開始於主人公等待與自己最好的朋友見面，但這位朋友遲遲沒有現身。過了一會兒，附近開始傳來一陣騷動。主角去查看情況時，發現了朋友的屍體。為了查明好友被謀殺的原因，開始調查案件。本作在系統上還是遵循了傳統的文字冒險形式，但和前2部有區別，沒有再採用圖形作為指令選項，場景圖片呈現在畫面中間，底部顯示對話和信息。當需要操作時，指令的菜單才會在左邊出現，並且不同的場景根據情況只呈現必要的指令，並不會全部展現。這種稍高級一點的標準菜單系統，之前有的文字冒險遊戲裡也有用到過。這個系列之前的人物圖形都用的是大特寫，為了更好地呈現面部表情的細節，只顯示脖子以上的部位。本作的人物圖形改成了半身像。另外，由於本作的故事和金融相關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進行簡单的股票交易。隨着劇情的發展，股票價格發生变化，可以通過買賣股票賠錢或者賺錢，但對故事的劇情推進沒有任何的影響。這可能是為了告訴當時玩紅白機的小孩，努力工作賺錢也有可能得不到任何的收穫。劇情流程充滿了各種商業活動，包括了大規模的股票交易、股票公司内部的激烈競爭、大公司总裁的女兒與員工的政治婚姻，以及競爭對手公司的間諜活動和挖角行為等等。作為遊戲原創的故事，設計的不差，有多重轉折，而且貼合當時的時事，音樂水準依然不錯，但畫面的檔次比之前要差，沒有保留系列的特色風格，也被一些粉絲詬病。不過整個的流程還是比較順。綜合來看，這類文字冒險只要在故事和大的方向上沒有什麼問題，基本的素質還是穩定的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世界末日，無論是故事的內容還是系統設計，這都是一款相當特別的非典型 RPG，是電腦端的移植作品。
原版是由一家叫做 Brain Green 的公司1988年開發發行在 PC88 上，推出後在日本引起了轟動。移植版除了登陸其他電腦端口，家用機上先推出了 PCE CD 版，最後才是 FC 版。FC 版由万代旗下的 Yutaka 發布。故事講述了在遙遠的未來，人類文明終於因為自己的錯誤而走向了毀滅。曾經被人類放逐的惡魔們重新回到了地表世界，但某日，冒險來到地表的牛頭怪和骷髏惡魔突然遭到了槍擊，外星人降臨並迅速地控制了地球，自稱是新的統治者。惡魔們無法接受，從各自的種族裡挑選出12名代表組成了隊伍，和外星人展開決戰。玩家控制的角色就是這些惡魔。在荒蕪的地表世界，沒有城鎮，沒有商店，也沒有對話的 NPC。在大地圖上移動時，畫面的角落會呈現日曆和時間。12個不同種族的惡魔分成3支隊伍，分別在白天、夜晚和薩爾凡的破碎日活動。有一個薩滿之湖能夠吸收怪物，4名成員在活動的時候，其他8個惡魔在湖裡休息。每個惡魔有自己獨特的屬性、個性化的能力和技能，像是有的能飛行，也有像哥布林這樣可以制作武器或者物品的角色，需要通過擊敗外星人得到一種叫做金的宇宙塵埃，然後特定的角色用它制作道具和装備。每天有一次返回魔界進行恢復的機會，替代了旅店的功能。游戲的菜單相当的反常規，主菜單有7個選項，像是第一個指令是查看，打開後的子選項又包括了物品、魔法、人物狀態等各種可以查看的內容。第二個指令是使用，子選項又包括了物品、魔法等各類能夠使用的東西。後5個指令是轉移、丟棄、裝備、隊列和其他系統設置。御敵後的戰鬥畫面是側向顯示的，和最終幻想有些類似，左右兩側顯示敵我雙方的角色形象。戰鬥的菜單除了常規的普通攻擊、魔法、物品、防禦和逃跑這些，怪物們還擁有自己特殊的攻擊或者防禦技能，和魔法是2個概念。這裡戰鬥累積經驗值升級的方式和最終幻想2代的熟練度很像，攻擊、防禦或者魔法都是用的越多，對應參數的積累經驗就越多。本作另一大特色是每升幾級，角色的外觀會發生變化，到了後期吸收並融合其他種族怪物的細胞，形成新的形態。這裡要提一下，原版內容裡的這套融合系統，每個怪物都有多套組合的方式，根據不同怪物的參數和屬性的偏向，新融合体的屬性可能有疊加增強，也可能正负抵消，獲得的效果多種多樣。但红白机版的融合大大的簡化，是根據參數發展的方向產生固定的形態。遊戲裡也有迷宮，採用了第一人稱 3D 的形式，不過場景做的比較簡陋。整個流程的推進要找尋散落在各地的石碑，從刻在石碑上的108條啟示錄獲得線索，前往一個島上的不歸之塔，經歷歷史的不同時期。故事內容裡有着對人類歷史、戰爭、世界末日等內容的探討，這裡就不過多的介紹了。這款遊戲有着極其鮮明的特色，獨特的世界觀和氛圍，以怪物為主角，還有複雜的融合系統。但 FC 版在融合和內容的描述上都極大的簡化了，消解了遊戲的特色。加上作品本身也有缺陷，像是前面提到的菜单系統問題，平衡性也不好。可以說紅白机版是所有移植版裡最差的，相當的可惜。个人評價2星半。行星阿屯外傳，這是一款極其特殊的磁碟機遊戲。說它特殊，是因為這款遊戲從未作為商品發布過，沒有實體磁盤銷售，在磁盤寫入機器裡也不能覆蓋寫入，但它卻又是有着授權的正式遊戲。在制造商這一欄標明了日本國稅廳，這是任天堂為其舉辦活動專門提供的一款產品。分布在活動的幾百個網點，在當時的稅務知識周和宣傳展會上使用。小孩子們可以通過玩這款遊戲，同時學習一些稅務的知識。遊戲的名字《行星阿屯外傳》既然叫外傳，那一定還有本傳。本傳並不是遊戲，而是同樣由日本稅務廳制作的15分鐘的動畫短片。故事講述了阿屯是地球上的一個小男孩，在夏令營期間被 UFO 帶到了一個星球。當然，星球上發生的事也離不開宣傳的主題。遊戲類型是縱向的飛行射擊，玩家控制一架飛船發射子彈，按住按鍵可以自動連發，擊破的每個敵人都會顯示被追回的稅款。如果主角的飛船受損，
攻擊的火力會從雙發子彈變成單發，但再次被擊中並不會掛掉，可以繼續玩。因為製造難度並不是這款遊戲的目的。有時從畫面後方緩慢飛來一艘我方的飛船，可以提供強化或補給。一種是在飛船的前方形成護盾，一種是全滅屏幕的敵人，還有帶十字符號的能修復受損的飛船。飛行射擊每進行一段時間會突然的暫停，並蹦出一道知識問答題，當然是和税務相關的。有幾個選項，射擊對應的數字進行答題，回答10個問題後遊戲結束，全部的流程大約7-8分鐘，最後顯示玩家獲得的分數。還有一個雙人同時遊玩的模式，在這個模式下，問答環節由最近一次擊中敵方飛船的玩家來答題。除了背後的故事值得說一下，遊戲本身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，終歸只是一種宣傳的方式。個人評價1顆星。解謎小子，阿特拉斯開發和發行了一款益智解謎類型的作品。這款遊戲的原版是1989年在 Game Boy 上推出了掌機版，這也是阿特拉斯首次作為遊戲的發行商。在此之前，他們都只做遊戲的開發，移植到紅白機上只發行了磁盘版。為了節省成本，採用覆蓋寫入的形式，沒有實體盤。此外，家用機上還有一個 PCE 版，但不是阿特拉斯發行的。這些版本雖然都是相同的玩法，但在關卡的謎題設計上並不完全相同。遊戲的主角叫波特林，是一個戴帽子的土豆，玩家需要操控他在每個關卡裡的逃離迷宮，到達樓梯即可過關。基本的玩法結合推箱子，並融入了更豐富的元素。場景以俯視角顯示，有3種不同形式的機關阻擋波特林的道路。一種是旋轉門類型的方塊，在沒有阻擋的情況下，推動旋轉門会繞着軸旋轉。一種是大小不同的方塊障礙，這種和推箱子一樣，挪開它們打通道路，不能同時推動多個方塊。第3種是地面上的空洞，要將和空洞大小相同的方塊推進洞裡，形成新的道路。有的關卡只包含其中的一種形式，有的是3種形式的結合，還有少部分的關卡會出現多個可操控的角色，這時得在幾個角色之間切換完成解謎。這些角色都是土豆波特林的蔬菜朋友。遊戲有3種模式，第一個解謎模式分成4個難度級別，總共80個謎題，可以任意選擇關卡。簡單難度的關卡基本上都在固定的畫面裡，方塊比較少。高難度的關卡一個屏幕都無法呈現全部的場景，方塊也非常多，可以按下暫停鍵進入到全景的缩略圖，也可以直接在這個縮略圖上遊玩。第二個模式單人試煉，選擇一個難度級別和想要遊玩的關卡數量，要連續的通過這些關卡，每通過一個場景後，從左邊的通道進入到下一關。這個模式下的謎題難度要低一些。第3種雙人對戰，基本規則和單人試煉一樣，但分成上下2個屏幕，2個玩家連續通過相同數量和形式的關卡，看誰更快的完成。這裡有一個小的漏洞，落後的玩家可以留心觀察前面的人是怎麼解謎的。這款遊戲從玩法和關卡的設計上素質都很不錯，但這個磁碟機的版本在解謎模式下需要反復的讀盤，等待的時間比較長。考慮到这個時間點，磁碟機基本上已經被放棄了。阿特拉斯通過低成本的方式發布這樣一個廉價版，應該也是想為這款遊戲擴大一點影響力，而不是指望這個版本能夠有所作為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動物方塊，一款益智類的方塊消除作品。遊戲的發行商叫 Character Soft， 此前從未在這個紅白機系列裡出現過。這家公司隸屬於三麗鷗。三麗鷗作為一家日本的娛樂公司，設計和生產各種可愛主題的產品，包括文具、學習用品、禮品和配飾。旗下最著名的角色是凱蒂貓。在90年成立 Character Soft， 應對電子遊戲的發行業務，專門發行三麗鷗角色的遊戲。以後還會陸續看到他們的 FC 遊戲，包括凱蒂貓、大眼蛙、大口仔這些角色會頻繁的出現。作為一款益智類的方塊消除遊戲，玩法相當的簡單明了。2個連在一起的圖形從上方掉落，下落的過程中可以旋轉圖形的方向，按方向鍵下加速下落。3個相同圖形連在一起就能將其消除，可以是橫向、縱向或者斜向。畫面的右上方能提前看到下一個圖形。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設計，
當圖形落下後，如果其中的一個方塊是懸空的，它不會像其他這類遊戲那樣單獨的自然下落，而是會保持懸空的狀態，直到自己或者支撐它的圖形被消除。遊戲有4種模式，第一種練習模式，進入後有個簡單的指導，告訴你什麼形狀消除能夠獲得高分，有4首可以切換的 BGM， 之後選擇下落的速度。這個模式的圖形很大，只有4種不同的圖形，堅持消除200次即可結束。第二種標準模式，有一個圖形種類的選項，可以是三麗鸥的主題或者普通的方塊。話說三麗鸥的遊戲為什麼要選擇普通的主題？然後選擇起始的難度，有6種不同的图形，這個模式可以一直玩直到掛掉，消除越多下落的速度越快。第3種挑戰模式，有6個不同的關卡，每個關卡都有不同的要求，達成特定的條件才能過關，像是達到消除的數量、一次消除多組方塊等等。最後一種双人对戰的模式，先達到消除目標的玩家獲勝，開戰前能夠設置目標的數量和是否允許快速下落。這款方塊消除遊戲的玩法本身很經典，但對本作來說只是直接拿來用而已。幾種不同的模式和多種選項能夠增加一些耐玩性， BGM 輕鬆愉快，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，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。個人評價2星半。大麋鹿由 Apple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遊戲，類型有點難以界定，介於 RPG 和解謎之間，但從構造上更接近於 RPG 的形式。故事背景非常簡略，玩家扮演一名尋寶獵人，在7個迷宮的世界裡冒險，尋找寶藏。在開始的畫面有4個難度等級可選，每個等級都是單獨的迷宮地圖，結合7個不同的主題，總共是28個地牢迷宮。探索視角採用第一人稱 3D 的方式，目標是要收集這張地圖裡的所有寶物碎片，然後到達迷宮的出口。畫面右側的愛心表示角色的生命值，但並沒有御敵戰鬥的設計，每走10步損失1顆愛心。按下暫停鍵能夠查看一個非常簡略的地圖，正在閃爍的點表示角色當前的位置，藍色圓點代表標記的位置，如果沒有標記就是起始位置。綠色的方塊表示出口，分布在各處的紅色方塊就是寶物碎片。在探索的過程中，地上有時有愛心可以補充生命值，探索還会獲得各種輔助道具，最有用的是指南針，得到後能夠辨別方向，大地圖上也会顯示方向。生命之湖的道具提升生命值的上限，當看到牆壁上有圖標的時候，發生一段對話，可以玩小遊戲，獲勝得到獎勵道具。有4種小遊戏：管道移動，角色头像在管道上用阿彌陀籤的方式移動，但有限数量的炸彈可以手動破壞橫向管道以改变方向。滾動方塊，控制一個立體方塊在格子上翻轉移動，在限定的次數內到達有字母 G 的終點。黑色格子可以自由的通過，彩色的格子得和方塊上的顏色对應才能通過。扑克牌，雙方各有5張牌，比點數大小，5局3勝，一開始會短暫的呈現對手的手牌。老虎機，消耗愛心玩老虎機，轉動的速度很慢，能手動的控制停止的位置，是回復生命值的一種方式。獲得的輔助道具各有用途，有的是必需品，戒指能夠在地圖上放置地標，配合掃帚使用，快速移动到標記的位置。當遇到牆壁上標有炸彈的符號，使用炸彈清除牆壁，打開道路。眼鏡的作用是增加局部地圖的視野，按選擇键查看局部地圖，呈現周圍詳細的地形，但得消耗愛心。根据主題和難度的不同，迷宮有大有小，還有多層的結構，最多5層。小遊戏的難度也会有所區別。這款迷宮探索遊戲算是相當冷門了，面對的對象應該是當時 3D 地牢迷宮的愛好者。雖然只是探索收集，沒有戰鬥的元素，但不同的難度搭配上小遊戲，可玩性還是不錯的。畫面略顯單調， BGM 還比較豐富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Q 版沙羅曼蛇，這個中文名字很明顯是從當年盜版裡傳播開來的，沒弄清楚宇宙巡航機和沙羅曼蛇的關係。遊戲的原名 Parodius 是 parody 和 Gradius 這2個詞的合成體，從字面的意思理解，可以叫做宇宙巡航機的滑稽模仿。正如名字的含義，遊戲把類似宇宙巡航機的飛行射擊玩法
做成了 Q 版畫面和角色。原版來自街機平台的 Parodius 從神話到喜劇，街機版的發行時間在1990年的4月，而且是這個系列的第二作。第一作比較冷門，是1988年發布在 MSX 平台上的 Parodius 章魚拯救地球。本作的家用机移植版本很多，除了紅白机，還有 PCE、超任、PS1 和土星等等。故事的內容是初代的延續，在與宿敵巴格激戰之後，章魚帕洛迪烏斯先生聽聞傳言，說他的父親一隻巨型的章魚是地球上一切邪惡的根源。他的老朋友趕來支援，一同前往地球，揭開事件背後的真相。進入遊戲後是一個類似宇宙巡航機2代的武器選擇系統，4個角色分別是宇宙巡航機裡的大毒蛇、主角章魚、冰封裡的 Twinbee 和南極大冒險裡企鵝所生的孩子彭太郎。之後可以選擇自动武器强化或者經典的手动模式，还有3個難度的級別。基本的武器系統和宇宙巡航机類似，收集能量胶囊，在畫面底部不同的栏位升级强化。第1格到第5格也是分別对應了加速、導彈2種不同類型的武器和分身，但第7格才是護盾。第6格的感嘆號加問號，作用是移除防護罩之外的所有強化。有的能量胶囊拿到了之後，下方会出現輪盤堵的情況，有可能不幸輪到第6格。当然，4个角色的武器升级都有自己獨特的形式，除此之外還融入了冰封裡的鈴鐺系統。不過在這裡有些改動，每出現幾個能量膠囊之後都會出現一個鈴鐺，不斷設計鈴鐺顏色變化。黃色的鈴鐺是普通分數，藍色鈴鐺全滅屏幕的敵人，彩色的鈴鐺讓角色擁有巨大化並無敵一段時間，紅色鈴鐺發射一道向前垂直擴散的光束，白色鈴鐺在紅白機版裡是獎命。FC 版總共有7個關卡，刪除了原版裡的4、6、7、9關，但第3關遊樂園是新增的原創關卡。街機原版裡過於暴露的畫面在這裡也做了修改，像是第2關的這個 BOSS 因為衣服穿得太多而不受歡迎。另外這個版本還有4個隱藏區域，在關卡內達成特定的條件就能進入，像是第1關這裡打破天花板的頂部，然後走上面的通道，在隱藏區域的末尾拿到能量膠囊，可以直接切換到其他的角色。FC 版的這部作品最顯著的缺陷就是頻繁的拖慢和閃爍。雖然在紅白機的中後期，很多的遊戲在制作時超出了機能限制，多少會有這方面的問題，但處理好流暢度和性能的平衡是制作方必須要考慮的。這款遊戲移植開發的時間比較緊張，在這方面沒有處理好，嚴重影響了遊戲的體驗。其他相比原版刪減的內容，特別是福利的內容也飽受詬病，總體上沒有達到玩家期待的高度。相比之下，同為家用機的 PCE 版更受好評，個人評價3顆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個系列，還請多多支持。咱們下期再見。